这2天的节目啊，受到了一些军事发烧友们的批评啊，他们都说啊，王局啊，军事领域内啊，你就是个小白，你不太懂，你不要乱发言啊。什么歼20现在跟 F-35比起来，水平还不行啊 ，F-35还超越歼20，你外行了。现在这2个完全不是一个水平线，歼20是双发 ，F-35是单发，根本不是一个程度的。而且歼20现在的武器系统也吊打 F-35，别说歼20跟 F-35了，就是在太平洋区域内，中国军队跟美国军队拉开架势打一场战争，美军现在也不一定能打赢。中国军队现在已经脱胎换骨了。比较什么巡洋舰、驱逐舰、核潜艇、航母，说的头头是道啊！我看了之后也确实特别受启发啊！我觉得我们王局拍案的观众里头确实是藏龙卧虎啊！我承认啊，我呢在军事方面呢确实是个外行啊，连发烧友都不是。我当年去成飞啊去采访，成飞当时允许我们去拍这个歼10。我爬到那个驾驶舱，很多男的看到这东西特别兴奋啊！我看完了之后，也就是不过尔尔，戴着帽子拍了张照片就下来了。后来呢，我还坐过一次伊尔76的这个运输机，我坐完之后，我觉得真的是不舒服啊！那玩意儿确实是没啥意思，不如民航客机舒服啊。所以总的来说，我对军事领域内没那么感兴趣。军事武器的参数啊，什么作战半径啊、雷达参数啊，我也背不下来。所以大家如果想看特别专业的评论呢，就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看那些军事发烧友啊他们的高见啊。不过我自己还是要强调一下，我说你说这歼20就吊打 F-35啊，我觉得这个评估啊，我们还是要略微保守一点啊，因为毕竟歼20也没有经过实战检验啊 ，F-35当然也没有啊，但是毕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机型了，那是多个国家一起研发的，歼20是咱中国自己搞出来的啊。所以呢，在没有经过实战检验的情况下，最好把这个战争的这个实力啊评估的稍微保守一点，没坏处。其次啊，你要说中国军队现在跟美军拉开架势打一场战争都能打赢，我觉得吧，就是这个也还是应该保守一点，至少现阶段我觉得还是差点意思啊。因为美军毕竟是天下第一军呢，历史上跟美军打，我们也没有占到便宜啊。那么今天啊，我还接着来讲一讲这个话题。虽然我不是一个军事方面的发烧友，我主要是讲战略方面啊，在军事具体的层面上，大家呢就姑且听之，如果有什么错误，多多包涵啊。那我们今天讲什么话题呢？我前2天不是讲了吗？两岸之间现在通过和平协商，在制度框架范围内，在台湾已经不可能了，已经锁死了，不太可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台湾问题了。那也就意味着台海的终极一战不可避免，因为中国大陆要统一台湾嘛，台湾要搞独立嘛，这是眼看着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现实啊。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台海之间发生战争，那么美国将作何选择？如果美国不参战，那你想想，以台湾今天的国力啊，那肯定是无法独自对抗中共，那肯定中共以极其小的代价就把台湾拿下了。那么如果美国要是介入呢，那就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啊，就是自从1945年以来，联合国的2个常任理事国之间，2个核大国之间将有可能爆发一场直接的全面的军事冲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中国和美国现在都拥有啊这大量的核弹头，这核弹头可以毁灭对方。那如果要是打起了核战争，那别说中美2个国家了，我看整个人类的命运啊，都有可能受到威胁啊，受到重大的考验。所以，关于台湾问题啊，这个美军会不会介入，不光是我们关心，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关心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先讲一讲，中共如果是武力统一台湾，它有几种模式啊。首先，第一种模式，那肯定是2栖登陆了。空军先过去把台湾一路轰炸，是吧？把台湾的空军消灭了，然后这个2栖登陆艇，然后呢跨海渡海作战，占领台湾。在过去20年前啊，中共的解放台湾的这个战略啊方案，基本是围绕这个展开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啊，那渡海作战啊有很多设备啊，包括空军啊，还有组建什么空降师部军啊等等，都是围绕这一个模式展开啊。但这个模式啊，好像最近这些年啊，慢慢的，好像从整个这个方案中退出了。它的缺点是它的战争代价太大，
一个是当然海峡啊，它确确实实是个天堑，100多公里啊，而且台湾又是一个多山的这个地区啊，然后它那个深水港也特别少，所以它确确实实构成了一个天然的屏障。你要想跨海作战，你不光是空降作战，你都有极大的障碍。所以台湾过去的汉光演习也是防止中国大陆进行两栖作战，而中国大陆过去搞那平潭岛那种军事演习也是按照这种方式来。但是由于这种方式啊代价高昂，一旦打起来，那么如果打不赢的话，将会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所以啊，据说啊，最近这些年这个方案慢慢的已经从整个这个兵棋推演中间啊退出来了。这第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呢，就是以战破和、以战逼和的方案，以较小的代价啊，先把台湾的有生力量消灭掉。比如说，先是几颗导弹，把这个戴兴德、萧美琴这总统给斩首了。其次呢，把台湾的空军的跑道、这个海军的舰艇，包括潜艇，包括重要的码头、发电站，包括一些重要的民用设施，比如说电视台，比如说这个煤气站。你看前2天。中共军队搞的那海峡雷霆演习啊，就把高雄港的一个煤气储存站列为了这种进攻的对象。陆上作战分中心，我舰炮兵第1旅报告，2门香火对蓝云山模拟永安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射击完毕，结果就把那6个罐全给消灭了啊！那这一消灭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台湾可能断水断电。没有网络了，然后军队呢也失去了反抗能力啊，然后这个时候中国军队有可能占领外岛，或者是占领澎湖，这个时候逼迫台湾来谈判，那台湾岛内肯定是乱作一团呐。那马英九啊、洪秀柱啊这个国民党的人肯定就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咱也打不过了，现在对不对？赶紧组织一个台湾各界跟中国大陆谈判的这么一个委员会。然后跟中国大陆谈判，形成一个条约，形成一个协议，台湾问题就解决了。这是第2套剧本。第3套剧本呢，叫蟒蛇战术。这个蟒蛇战术呢，是台湾的海军司令，好像叫谭华，去年还是前几个月接受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啊，他说出来了。他说中共军队啊，最近几年对台湾的这个海峡很多军事行动啊，它都是带有非常强的隐蔽性，国际社会没有太注意。但其实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如说过去有个海峡中线，双方有默契，互不通过，但是现在的海峡中线已经没有了。再有大量的海警进入到了海峡区域啊，然后以海警执法的名义开始进入到了台湾的管制水域，比如台湾有自己的管制水域24海里12海里那现在这些海警船经常肆无忌惮的进去了。然后你看中共军队最近几次的军事演习什么联合利剑 A、联合利剑 B， 也包括这个海峡雷霆它都是讲的是什么进逼围困屏蔽等等。那这个方式它就是想要封锁整个台湾，因为台湾是一个没有独立自我供给能力的海岛。你比如说它的粮食自给率只有30%，它的天然气它自己能维持的时间只有10天，那石油呢大概是146天。那么如果你要是把台湾给围困起来那台湾瞬间经济就崩溃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你想想，你军舰把台湾一围困，谁还敢往里头运送石油？谁还敢往里头运送天然气对吧？你做生意的人谁会找这不痛快呢？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外界不能给台湾以强力的支援，那真的不用打，台湾就瘫痪了。所以这是第3套剧本，叫做蟒蛇战术。我看了一下最近中国大陆搞的这个军事演习他们自己也承认，就叫蟒蛇战术，就是叫以战逼和，以战逼谈，以战逼迫台湾来签订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和平协议。那么大概一共就是这3套剧本但不管哪套剧本，那你对美国都是一个重大的考验。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你作何选择呢？那么这里头，我觉得首先我们得建立这样一个认知，因为美国不仅仅在台湾问题上，其实在处理国际问题上它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它把自己的国家战略放在了首要位置上，在这个基础之上，它有可能牺牲盟友的战略利益。
你就比如说历史上他牺牲过谁？南越嘛。那当时南越就是因为美国把他抛弃了，结果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呀。你比如说阿富汗也是一样啊。其实对待台湾也是如此，就是美国对台湾的战略从来都是服务于美国自己的全球战略的，它并不是纯粹基于道义、纯粹基于普世价值去制定自己的对台政策。而且历史上啊，美国曾经2次抛弃过台湾，这2次啊，其实对于台湾来讲，其实都是充满屈辱的啊。首先第一次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大家都知道，美国当时啊，事实上已经做好了抛弃台湾的准备。当时不是1949年，美国不就是把司徒雷登留在了南京，就希望能够跟中共啊建立外交关系，其实就是准备抛弃台湾。1950年1月份的时候，杜鲁门还专门发了一个声明，说啊，他不会干预中国的内战，在太平洋那个区域、台湾那个区域，没有人保证他们不受攻击。当时啊，国民党还想找美国去买武器，美国都一概拒绝了。言下之意，他就感觉到啊，当时中共军队是秋风扫落叶一般，国民党其实也守不住台湾，他也不会管。结果没想到啊，在1950年6月份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结果这一爆发之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呢，杜鲁门又说了，他说不行，如果中共要是进攻了台湾的话，那对整个世界和平、对美国的战略、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重大威胁。于是啊，开始派第7舰队进入到了台湾海峡，就不让中国去打台湾了嘛啊。后来呢，当然了，整个东亚的战争的重点都集中在朝鲜了啊，双方也无暇顾及台湾。到了1953年，朝鲜战争那边打得差不多了，中共又腾出手来，准备再次进攻台湾。1954年的时候，还去炮击金门。结果这个时候，蒋介石也别着急啊，蒋介石说，那光靠我独自抵抗中共，抵抗不过来啊，就给美国总统写信呢，就要求签订一个共同防御条约。后来在1954年的12月份啊，中华民国跟美国啊就签订了一个共同防御条约。这个共同防御条约啊，规定的就是美国把自己在太平洋的这些岛屿打包，跟台湾呢就构成了一个共同防御体系。就是说，双方这些共同防御体系中间的岛屿啊，如果受到外力的这种武力攻击，双方要共同应对危险。没有包括美国本土啊，但是这个共同应对危险跟美国当时啊跟北约签订的那个条约应该说也是差不多的，要承担共同防御的义务啊。当然了，那你说谁会攻击？那你说是苏联会攻击吗？不会嘛，只能是中共攻击嘛，就是为了防止中共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对中华民国的这个领土范围做定了一个认定，它不包括金门，也不包括那些离岛，只包括台湾和澎湖。这说明什么？就说明美国不希望把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跟中共之间的那个内战的逻辑延续到台湾。因为当时台湾和澎湖啊是日本后来在2战结束之后呢放弃的领土，放弃了领土之后呢，说是归还中华民国了，后来美国说那没有完全确定，是吧？所以台湾的未定论就是从那时候来的嘛。在这种情况下啊，他就认为台湾问题可以从中国内战的逻辑中间脱离出来。如果中共你去打金门，打这个大陈岛、一江山岛，我不管了，但我要保卫台湾和澎湖。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这个条约啊无期限，就一直有效。那么如果一方宣布无效，通知对方1年之后，这个条约就自动失效了。这个条约签订了以后啊，应该说是维护了台湾海峡几十年的和平。因为毕竟啊，有美军的罩着之后啊，在台湾一共驻军了几千人呢，加上家属差不多有1万人呢。那中共肯定是打不了台湾了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次，就是美国抛弃了台湾又挽救了台湾的过程。但是后来呢，到了70年代之后呢，因为美苏在全球范围内争霸，这个呢愈演愈烈，冷战嘛。结果这个时候美国呢就发现中共跟苏联不是也告掰了吗？所以就希望能够拉住中共来共同对付自己的敌人苏联。所以1972年尼克松访问了中国，后来呢福特总统又访问了中国。那么于是乎啊，中美双方出于一种共同对付苏联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开始走近了。
谁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跟中国建交就是箭在弦上。后来，在1978年的12月15号这一天啊，美国当时驻台湾的大使叫安克志，他在这一天下午3点就跟台湾的新闻局局长宋楚瑜打电话，他说啊，明天上午9点，也就是12月16号上午9点，安克志呢要求觐见台湾的蒋经国，有重要事项单独向总统汇报。宋楚瑜当时就觉得这个蹊跷啊，然后呢就跟外交部的次长啊钱复商量，说猜啊，说什么事儿啊？他说有可能跟蒙古有关，当然他们也猜有可能跟中国大陆有关，就汇报给了蒋经国，已经确定好了，说第二天上午9点钟来接见这个安克志。结果到了晚上11点40分的时候，安克志又给宋楚瑜打了个电话，他说啊要改到明天上午7点，不是9点。宋楚瑜当时就不对，他说是不是那件事情要发生啊？那言下之意不就是指中国大陆可能要跟美国建交吗？安克志在电话里说，他说我没有得到授权在电话里讲。宋楚瑜当就说，他说如果是那件事情啊，你不应该明天早上见，你应该现在马上去见总统。安克志说，那我请示一下华府。放下电话又请示了这个华盛顿，最后就同意说马上去见蒋经国。后来大家都知道，在12月16号凌晨2点40分，安克志带人呢就到了这个蒋经国的七海寓所，到那儿去面谈，告诉他在12月16号上午9点，中华人民共和国跟美利坚合众国将同时宣布中美建交。当时蒋经国听完之后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这么重要的事情竟然只提前了7个小时通知，他实在是难以理解。是啊，你想想，这不是等于直接把台湾给抛弃了吗？对吧？当时安克志就说，希望台湾不要提前公布这个消息，因为是中美当时是同时宣布嘛。当时蒋经国也没答应，他说我作为总统，我自己来决定什么时候公布。当然事实上台湾也没有提前公布啊。那么这件事情啊，对于台湾来说是极具屈辱的一件事儿。所以后来在27号的时候，那美国的国务卿去访问台湾，台湾民众啊上街上都扔鸡蛋呢，就认为美国抛弃了台湾。确实是抛弃了台湾，因为你想想，当时的中共跟现在比起来，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中共更可怕呀，更共产主义呀，是吧？更不可理喻啊！但是美国既然跟中共建交，抛弃了中华民国。美国后来事后啊就解密了外交档案解释啊，说为什么没有提前通知台湾呢？说怕台湾有过激的反应。什么过激的反应呢？一个就是宣布台湾独立，第二呢也怕这个台湾马上跟中共进行统一谈判，第三呢怕台湾自己研发核武器，第四呢怕台湾跟苏联直接去谈，搞打苏联牌。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个台湾不好控制，于是干脆就对台湾进行封锁消息，同时也怕台湾把这个消息捅到美国国会，然后美国国会呢对美国行政院的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个决定啊，然后进行掣肘，所以干脆直接把生米煮成熟饭，让谁也干涉不了了。但是对于台湾来说，这真的是美国直接把它抛弃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美国对台湾的历史上的2次抛弃啊，对台湾已经构成了一个非常深的伤害。那么后来啊，中华人民共和国跟美国建交了之后呢，美国国会呢就通过了一个《与台湾关系法》，在1979年啊，这个《与台湾关系法》啊就构成了现在中国和美国，也包括台湾这3者关系过程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法律。那这个《与台湾关系法》它大概都是讲了哪些内容呢？这里都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第一点，这《与台湾关系法》它是一个美国的国内法，它不涉及到双边义务。你比如说中华民国跟美利坚合众国的这个共同防御条约，它是双边的条约，双方有共同的这个义务的，只要是有一方被进攻了，另外一方就要共同应对危险。但是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这个国内法只对美国政府有单纯的约束，而且这个约束还取决于美国自己怎么解释，所以它不涉及到跟台湾之间的这种双边义务。言下之意，美国如果要是将来不执行这个与台湾关系法了，台湾实际上也不能依据这项法律去要求美国做什么。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这个法律啊，确实了给台湾了一些非常宽泛的那个看起来的那个保护。它讲的是什么呢？说台湾这个海峡这个地方这个区域内啊，如果采取经济抵制禁运的方式对它进行这个攻击啊，那美国要表达严重关切。当然美国这个国家因为是世界第一大国了，严重关切那也很厉害啊，但是它并没有承诺进行武力的干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三，就是当时这个法律所规定，美国之所以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是基于期待台湾问题最终是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但是啊，就这一点啊，据说是中美谈判的时候呢，美方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诺台湾问题必须和平解决，中方没有同意，所以美方在与台湾关系法里头讲到了，说这是这个美国对中国政策的一个基础。言下之意就是你中共，如果你要是不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那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也有可能发生调整啊。这是第三点。第四个方面就规定啊，美国啊要给台湾提供一些防御性的武器，让台湾具备防御能力，以及啊，同时美国自己也必须武装自己，让美国有抵抗来自于外力啊武力攻陷台湾，美国有能力进行干预。这是第四个方面。第五个方面就是与台湾关系法在程序上啊，它规定了它不是美国政府的单独权利，要求是美国政府啊跟这个美国的国会共同商量，也就是说把这项权利赋予了美国的国会和美国政府来共同行使这项对台湾的这种所谓的保护啊。大概其啊就是这5个方面啊。卡特总统在签署这项法律的时候，他就讲过，他说啊，与台湾关系法啊，实际上是给美国提供了一个选择，就是台湾将来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的时候，美国可以选择介入，也可以选择不介入，它不是一个承诺。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自从1979年之后啊，台湾在关于如果台海之间发生战争这个问题上，一直采取了一种战略模糊的这样一种战略。所谓的战略模糊，就是说别人一问，如果台海打起来了，美国你干预吗？美国就是说这个我们不确定啊，不确定，一会儿说介入，一会儿说不确定。你看那拜登在任期内不是有好几个人问吗？他会不会打？ Are you willing to get involved militarily to defend Taiwan if it comes to that? Yes, that's the commitment we made. 结果他说会打之后呢，美国国务院就出来辟谣说没这事儿，我们美国正式的态度还是与台湾关系法。所以啊，就是这个战略模糊的战略啊，是基于这个与台湾关系法本身模糊性来确定下来的，构建了台海啊。过去自从中国大陆跟美国1979年建交之后啊，这几十年的台海和平。那么紧接着我们下面的问题就是了，如果真打起来，美国会不会介入？那么在我看来啊，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美国评估这件事情，就是它的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和台湾的利益孰轻孰重。那么自从苏联啊这个垮台之后啊，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确实发生了变化。因为过去是拉着中国去对付苏联，当苏联解体之后呢，现在美国跟中国已经变成了一种全面竞争甚至对立的关系。中国已经成为了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对手，甚至是最大的竞争对手。而且这2个国家在意识形态上还存在着一个非常巨大的这种区别。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遏制中国已经变成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首要战略目标。从这个意义角度来讲，如果中国大陆去打台湾，美国似乎没有理由不去干预。因为如果要是放任中国大陆啊去拿下台湾的话，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对美国的全球战略也会构成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那谁还听美国的？是不是？而且中国大陆拿下台湾之后，也未见得就此会停步啊。冲出第1岛链之后，也许将来会直接在第2岛链跟美国发生全面的军事对抗啊。所以这是对这个台湾干预比较有利的一个信息啊。那么对台湾干预不利的信息包括什么呢？那就是台湾问题是不是美国最核心的国家利益？这个呢，在我看来啊，可能很难够得上。因为你想想，对美国来说啊，最重要的核心的国家利益肯定是维护自己的这个全球战略。这个全球战略里头，从美国的传统势力来讲，欧洲是远远大于亚洲的。
但大家可以看一下，欧洲现在发生了乌克兰的事件，俄罗斯直接赤裸裸的入侵另外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美国也没干预啊。当然美国跟乌克兰之间没有这种所谓的条约啊，那台湾跟美国之间也没有条约呀，是吧？但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主权入侵的行为，其性质要远远超越中国大陆对台湾，这一点可能大家都有共识啊。因为毕竟台湾海峡之间的问题还是中国内战的延续啊，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是没有一点道理呀。那怎么样呢？好像国际社会也没有进行强力干预，是吧？尤其是美国，了不起给你点武器，能打你就打，不能打就拉倒。然后这个过程中间还有可能打劫一刀，要求你把你的稀土矿都给我呢。所以台湾问题是不是美国的最重要的核心利益？我认为谈不上。还有一点，随着中国大陆的军队这几年的不断的这个整军备武啊、扩张啊、现代化，那么现在美军介入需要付出的代价也越来越高昂。如果说啊，在早期他需要付出较小代价就可以阻止中国军队入侵台湾的话，那么他可能还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如果他需要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甚至有可能冒着打一场核战争的危险，那我认为美国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间就未见得会采取直接军事介入的手段。实际上美军啊，在进行的有关中国和台湾之间的这种战争过程中间做过若干次军演，其中有些军演啊都把核战争放到了里面去。我查到的资料显示，这几次所谓的核因素最终所导致的结果都是灾难性的。所以啊，你要评估中美这两个国家要进行一场全面的战争，尤其有可能导致核战争，最后实际上那个所谓的兵棋推演导致一个这样的逻辑，就是战争的胜负啊远远小于要尽量避免发生一种全面的核战争的危机。那么这一点应该是双方的共识。那如果你要是把这个战略推进到这个层面上，那我的判断就是啊，实际上即便台海之间发生一种大陆武装对台湾的攻击，那么美方啊恐怕大概率啊也不会通过直接军事干预的方式去帮助台湾。他或许啊对中国进行贸易禁运，然后给台湾武器，甚至不排除啊在这个日本呢通过这种连线的方式替台湾进行军事指挥。但是你让美军直接介入台海战争，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了。当然了，整个未来的战争啊，如果发生的话，不确定的因素还很多啊。但这是我自己的判断啊，至于判断的准不准确呢，请大家来批评，请各位军事发烧友啊，在我们的评论下面发表你们自己的高见啊。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Are you willing to get involved militarily to defend Taiwan if it comes to that? Yes, that's a commitment we made.